C919终于还是它了。今年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国产大飞机只交付了一架。对，你没看错，全年只交付一架，剩下的交付计划全都搁浅。更离谱的是，那唯一的一架还因为频繁故障，让使用方东方航空怨声载道。梦想破碎的声音比发动机的轰鸣更刺耳。曾几何时 ，C919被官方吹捧为中国制造业的珠穆朗玛峰，要打破波音和空客的垄断。但真相呢？据 CNN 报道 ，C919所谓的国产率40%纯属障眼法。2020年的一份独立分析揭露 ，C919约90%的关键零件来自北美和欧洲，只有10%真正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。换句话说 ，C919就是一架涂着中国油漆的外国飞机。发动机，美国通用电气和法国赛丰合资公司提供；航电系统，霍尼韦尔；燃油、电力、液压系统，波音、空客的老供应商。中国商飞不过是一个组装厂，把世界各地的零件拼凑在一起，然后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。可悲的是，连这点组装权也快丢了。就在上周，川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，直接摊牌中国不给美国电动车所需的磁铁，那美国就卡你 C919的引擎和零件。这不是嘴炮，而是现实。C919的核心发动机 LEAP-1C 本来就依赖美法合资公司供应，现在美国一旦掐断零件供应，多达200架 C919将直接趴窝在地面，无法起飞。这将成为中国航空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体停飞危机。中国梦，川普一句话就能掐灭。中国商飞原计划今年交付30架 C919，结果到8月中旬只交付了5架，到9月数字再次缩水，最后仅剩1架完成交付。你敢想吗？这是一个号称能与波音、空客竞争的机型，结果年产量比一个私人飞机场还寒酸。东方航空作为第一批使用方，更是不断抱怨 C919的高故障率。从航电系统到燃油控制，从机舱门到刹车系统，几乎所有部位都出过问题。网友讽刺说 ，C919不是国产大飞机，而是国产大麻烦。更扎心的是，连中国自己的航空公司都不再信 C919了。来自社交平台的爆料显示，中国航司近期已经订购了500架波音737和空客 A320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对 C919的彻底放弃。想想看，如果国产飞机真有竞争力，航空公司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去买外国货？答案很残酷，因为 C919压根飞不起来，更飞不远。过去几年 ，C919一直被宣传为国之重器。央视新闻、人民日报一遍又一遍渲染，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胜利，是民族科技的自强。可是，现在摆在眼前的事实是，故障率高到吓人，飞一次修3次，交付量从30架缩水到1架。航司用脚投票，500架订单砸向波音和空客。川普一句话，200架飞机集体趴窝。这不是国之重器，而是国之重负。更讽刺的是，许多爱国粉区和五毛还在自嗨国产大飞机不怕封锁。那我倒真想问一句，你敢不敢以身试机，肉身辟谣，为国争光？敢上去做一次，敢用自己的命去证明 C919安全吗？答案显而易见，谁都不敢。有人说 C919的失败证明中国在民用航空领域还差几十年，可别忘了军事领域也一样。社交平台上的冷嘲热讽刺痛人心，中国的战斗机吹得再牛，也可以用保密为借口从不露面。C919至少还敢飞出来，结果一飞就露馅。一句话点破中国的科技神话，
往往只存在于宣传片里，一旦走到市场，就会迅速崩塌。C919的坠落不只是一个飞机项目的失败，它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脆弱和无力。几十年来，中国一直高喊口号，关键核心技术要自主可控。可现实是，连一架客机的发动机都造不出来。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数据，中国商飞自2008年立项 C919 以来，投入资金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。但15年过去了，最关键的发动机和航电系统依旧要靠美国和欧洲。对比之下，日本的30 MRJ 支线客机虽然同样遭遇困境，但至少发动机、机体设计、材料很多部分能做到真正国产化。而中国呢？ C919 就是个外国零件拼装机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己造发动机？答案很简单，发动机是人类工业皇冠上的明珠，涉及材料、燃烧、控制、精密制造等几百个学科的突破。英国罗伊斯研发一代发动机，周期长达20年，投入超过200亿美元。而中国呢？这几年忙着砸钱建楼市、炒芯片、搞政绩，科研体系全是浮夸泡沫。真正愿意沉下心来搞材料、搞工艺的人寥寥无几。于是，一旦美国掐断供应，中国就像被抽掉脊梁的巨人，立刻瘫倒在地。别以为川普只是暂时卡一卡引擎，事实上，从2025年开始，美国和欧洲的航空供应链已经开始全面排除中国。2023年，美国商务部将数十家中国航空零部件企业列入黑名单。2024年，欧盟跟进，禁止向中国出口部分碳纤维复合材料。2025年，川普更是直接点名，不给磁铁就不给发动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 C919 根本没有未来。即便中国商飞再吹嘘、再砸钱，也永远造不出一架真正的中国飞机。未来几年，200架 C919 踏在停机坪上生锈，将成为中国制造史上最大的耻辱碑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国产飞机不就是需要时间吗？慢慢改进，总会成功。可是航空公司没有时间等你。一架 C919 售价大约为6000万美元，但维护成本极高。更要命的是，一旦出故障，就是上百条人命。民航行业是全世界对安全要求最高的行业，没有任何航司敢用民族情怀去赌命。因此，即便北京方面不断施压，中国航司还是转身下单了500架波音和空客。这笔交易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，相当于用行动宣布 C919 彻底被抛弃。我们看看全球市场的数据。波音737系列自1967年推出以来，累计交付超过 1.1 万架。空客 A320 系列自1988年投产以来，累计交付超过 1.3 万架。中国 C919 2023年交付1架，2024年交付4架，2025年仅交付1架，差距大到令人绝望。C919 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甚至不足 0.01%， 这就是中国所谓国产大飞机的现实，连边都没磨到，就已经被市场淘汰。C919 的失败不仅仅是一次工业挫折，更是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嘲讽。过去20年，中国把无数资金砸进所谓高科技产业，造出了无数 PPT 奇迹，芯片国产替代，国产光刻机，国产大飞机。可结果呢？芯片被荷兰、日本、美国层层封锁，国产替代沦为笑话。光刻机连7纳米都做不出来，落后台积电至少2代。大飞机拼装版 C919 故障频频，被航司嫌弃。所有的宣传最后都化成一地鸡毛。C919凉凉了，但更可怕的是，它让世界看清了中国的虚弱。
国际市场不会再相信中国的自主科技，航空公司不会再冒险尝试 C919， 投资者不会再把钱砸进一个没有未来的产业。C919 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它预示着更多所谓中国奇迹的破产。房地产之后，汽车之后，现在轮到大飞机。一个又一个产业神话破灭，撕开了中国产业空心化的残酷真相。C919 失败了，彻底凉了。国产大飞机的梦被现实撕得粉碎。那些鼓吹国之重器的人，现在还敢上去做吗？还敢肉身辟谣吗？答案很残酷，没人敢。在全球化产业链面前，虚假的自信终究一文不值。